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牛津大学儿童发展心理学博士岛村华子女士的书《培养自立的孩子：表扬与批评的方法》。对于有孩子的家长来说，你们一定会认同，在家庭和教育环境中，如何表扬和批评孩子确实是一个难题。实际上，表扬和批评的方式对亲子关系和孩子的成长有着深远的影响。你们知道吗？特别是在日本，许多孩子的自我肯定感和自我效能感都普遍较低。这并不是由于缺乏表扬，而是因为不恰当的表扬和批评方式所造成的。本书的作者曾学习过蒙台梭利教育法，并进一步研究了瑞吉欧艾米利亚教育。根据蒙台梭利的教育理念，在于注重培养孩子的自主性、独立性、自律性和社交能力，倡导尊重和理解每个孩子的个体差异。而瑞吉欧艾米利亚教育的理念，则是通过民主教育的课程，强调儿童的参与性、合作性和社会性，培养能够为社会做出贡献的孩子。然而，从宏观的角度来看，这两种教育方法都基于对孩子的绝对尊重。此外，这两种教育方法都将每个孩子视为天生具有能力的强大学习者和有权利的公民。成年人对孩子的这种看法，构成了这两种教育方法的核心。当孩子被视为独立的公民时，成年人会致力于为孩子创造满足其探索欲望的环境，以发展其自主性。成年人也会尊重孩子的主张，并以谦虚的态度与孩子相处。那么，什么样的教育是为了孩子，而不是为了成年人呢？什么样的育儿方法是不强加成年人期望和价值观的呢？在本视频中，我将为大家详细介绍这些内容。今天的视频内容如下：第一，如何通过表扬培养孩子的自主能力；第二，如何通过批评培养孩子的自主能力；第三，如何通过倾听与孩子建立联系。这些内容将为养育孩子和教育工作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希望大家能观看到最后，让我们马上开始吧。首先，第一部分，让我们从如何通过表扬培养孩子的自主能力开始讲解。你们知道吗？表扬主要分为3种类型。第一种是敷衍的表扬，这种表扬缺乏具体性，没有实质内容，只停留在表面，例如“真厉害”或“你很棒”这样的表扬。第二种是以人为中心的表扬方式，这种表扬侧重于孩子的性格、能力或外貌等表面特征，例如“你真善良”、“你很聪明”或“你真可爱”。第三种是过程性表扬，这种表扬关注孩子努力的过程、所付出的努力和尝试的多样性，例如“你坚持到最后”、“真了不起”或“即使失败了也没有放弃”、“真棒”或“你尝试了很多种方法”。举个例子，一个孩子吃饭时没有撒饭，如果您说“真厉害”，这就是敷衍的表扬；如果您说“你真乖”，这就是以特征为中心的表扬；如果您说“你为了不撒饭改变了拿勺子的方式”，真棒，这就是过程表扬。在这3种表扬中，敷衍的表扬和以人为中心的表扬是不合适的表扬方式。您平时是如何表扬孩子的呢？接下来我们来解释一下其中的原因。如果对孩子进行敷衍表扬和以人为中心的表扬，孩子可能会变得依赖表扬，失去兴趣，挑战精神降低，甚至失去动力。所谓的依赖表扬，是指孩子在没有得到表扬时无法建立自信，只能通过外部的认可来确认自己的价值。例如，当孩子向父母展示自己的画时，如果没有得到真棒或你画得很好的表扬，孩子就会觉得自己的画不好。此外，如果孩子不断听到你画得真好或真厉害这样的表扬，他们会对表扬产生依赖，想着如何才能再次得到表扬。这样一来，孩子会为了得到表扬而行动，原本觉得有趣的事情也会失去乐趣。如果某天没有得到表扬，孩子可能会放弃本来喜欢的绘画活动，孩子还可能因为害怕周围人的评价下降而避免挑战，失去挑战的勇气。更糟糕的是，如果总是听到真棒这样的表扬，孩子就会失去自我评估的能力，认为自己不需要努力就能成功，进而不再觉得有必要通过努力来取得成就。这里有一个关于敷衍表扬、以人为中心的表扬和过程性表扬的研究例子。
研究将128名5年级学生分成3组，并对他们进行了实验，所有孩子都参加了 IQ 测试。测试结束后，每组孩子分别接受不同类型的表扬。第一组被表扬为能解出这样的问题，你真聪明，这是以人为中心的表扬。第二组被表扬为你为了解题没有放弃，真棒，这是过程性表扬。第三组的孩子们则得到了你做得很好的敷衍表扬。接下来让孩子们选择下一个挑战，是选简单的测试还是难的测试。结果显示，67%被以人为中心的表扬的第一组孩子选择了简单的测试，而92%被过程性表扬的第二组孩子选择了有难度的测试。第三组被敷衍表扬的孩子选择则各占一半。然后孩子们进行了比之前更难的测试，并被告知成绩不太理想。随后问他们是否还想继续做这个难题，以及是否享受解题的过程。被以人为中心表扬的第一组和被敷衍表扬的第三组孩子中，许多人表示不想继续做了，觉得解题并不有趣。而第二组被过程性表扬的孩子则多数表示想继续测试，觉得解题很有趣。最后，孩子们再次进行了与最初相同难度的测试，结果显示，第一组被以人为中心表扬的孩子成绩下降了20%，而第二组被过程性表扬的孩子成绩提高了约90%。第三组被敷衍表扬的孩子成绩则没有变化。那么，从这个结果，我们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总结起来，当孩子受到对其努力的表扬时，他们更愿意在失败后继续挑战，这是我们观察到的。相反，当孩子受到对其能力或者敷衍的表扬时，他们在面对挑战时会表现出消极和沮丧的态度。这也是经过研究发现的。从这个实验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到，过于强调能力或者敷衍的表扬方式可能会阻碍孩子的积极思维。接下来，我们将具体解释哪种表扬方式更好。表扬有3个要点。首先要褒奖的不是结果，而是过程中的努力、态度和方法。当表扬孩子时，重要的不是夸奖他们的能力或者性格，而是提到他们在面对挑战时的态度、方法，以及在家庭中所做的努力和创新。鼓励他们所做的努力是至关重要的。其次，具体的表扬比敷衍的表扬更为重要。具体的反馈可以激发孩子的动力。最后的要点是更多的提问。重要的是孩子自己的感受，而不是家长的看法。询问孩子今天最开心的是什么，而不仅仅是问他们今天是否开心，以及他们和朋友一起做什么时最开心。为什么会这样想？这样的对话交流是至关重要的。此外，提出具体的问题比模糊的问题更为重要。除了这3个要点之外，还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父母或成年人往往会不自觉地说出“真厉害”或“你很棒”等表扬的话，因为他们担心如果不说，孩子会感到不好或内疚。但孩子们真正需要的不是成年人的评价，而是在取得成就、发现新事物或经历快乐时，与所爱的父母或成年人分享。通过与重要的人分享喜悦、兴奋和惊喜等情感，孩子会感到有自己的位置，从而变得幸福。要进行分享，有时候不需要言语，只需点头、拥抱或微笑回应就足够了。此外，如果真的觉得某事很了不起，那么说真了不起也是可以的。这与敷衍的表扬完全不同。对于敷衍的表扬，就像去购物时店员夸你衣服很适合一样，会让人感到不自然和不舒服。就像对于父母的过分夸奖或刻意夸大，也会让孩子产生疑虑一样。孩子们会识破这种夸张或刻意的表扬，这种表扬方式往往不会产生有效的结果，甚至可能导致负面后果。然而有时候，当我们真心钦佩孩子的行为或言论时，不妨直接说出“真厉害”，这是可以的。在接下来的第2部分的内容中，我们将讲解如何通过批评培养孩子的自主能力。在斥责方式中，惩罚式的斥责是不可取的。接下来我们将解释这个理由。施加惩罚包括体罚、大声吼叫、拿走物品、行为上的忽视等。采用这种惩罚性的育儿方式，会导致孩子产生攻击性、反抗性的态度，认为使用暴力解决问题是合理的。
同时也会破坏亲子关系，使孩子不会因为受到惩罚而反省。另外，有人提到，奖励和惩罚的方式确实是一种控制孩子行为的方式，但并不是一个让孩子发展良好的方法，因为他们往往是为了满足成人的需要而设计的。奖励和惩罚的育儿方法存在一个陷阱，那就是您需要持续给予这两者。此外，对于那些只考虑自己的自私孩子来说，这样的方式更是不利的。那么，什么样的责骂方式是正确的呢？有4个关键点，让我们逐一解释一下。首先，第一个关键点是不要使用不行、错的说法。当然，在危险情况下，比如孩子即将冲向马路时，不行是必要的。但是，尽量避免使用否定性的不行、错这样的词语是很重要的。您可以使用这样不行、这样不安全等更加积极的说法，让孩子感受到被理解和接纳。否定性的语言会给孩子的大脑带来挫折感，容易导致情绪爆发。相反，积极的语言会培养孩子关心他人、善解人意的品质。举个例子，假设幼儿正在把柜子里的衣服拉出来玩，这时候不要说不可以做这个，而是可以说原来是想看看柜子里装了什么呀。这些衣服应该放在这个抽屉里，玩完了我们一起收拾好吧。给予一些声音和语调的改变会更好。接下来第2个关键点是要关注努力和过程，而不是结果。在批评时和表扬一样，重要的是不要针对孩子的性格、能力或外貌，而是关注过程，并鼓励家庭中的积极行为。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孩子的能力或方法受到否定，他们可能会感到无能为力，导致失去动力。因此，我们必须避免对努力和方法进行消极评价，而是应该提供积极的指导。举个例子，假设孩子考试得了40分，与其批评说你只得了40分，这个分数太低了，不如说哦，你得了40分，看来没达到你的目标呢。下次怎么做才能学得更好呢？这样更有益。接下来，我们来讲解第3个关键点，即解释不良行为的原因。这一点与在表扬时具体指出表扬的原因相似。虽然我们在第1个关键点已经提到过，但是当施加惩罚或责备时，孩子可能只会意识到如何逃避惩罚。然而，当给出具体的解释时，孩子会更加理解行为和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且可能会产生更多的关心和积极性。例如，当孩子在超市里跑动时，我们可能会想立即说不可以，因为跑动可能会导致碰撞或其他人受伤。但是，如果我们给予孩子详细的解释，告诉他们跑动可能会伤害到其他人，那么我们可以改变语气，说出我们应该一起走路，这样会更安全。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斥责方式的第4个关键点，即坦诚表达父母的感受。这种方法不是批评或否定孩子，而是父母坦诚地表达自己的感受，会成为孩子考虑他人感受的契机，并通过与孩子交流来进行沟通。当孩子在外出前准备时间上拖延时，可以说：如果你能按时准备好，我会感到很放心，但如果迟到会给大家带来麻烦。那我们一起努力争取下次能够按时出发吧。这样的方式会更有利于传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也能促使孩子更加体谅父母的感受。父母坦诚地表达自己的感受，会成为孩子考虑他人感受的契机。相反，如果孩子的话语以自己为中心，比如因为你早上拖拖拉拉，所以我们迟到了，这样的话会让孩子觉得受到攻击，可能会变得抵触或闹情绪，亲子关系也会变得紧张。虽然以上内容侧重于斥责方式，但作者也建议在表扬和分享积极情感时使用我信息。那我们来谈谈最后第3部分，给予孩子建立联系并倾听他们的习惯。在前2点中，我们主要介绍了培养孩子自主能力的表扬和斥责方式，主要是通过语言传达。在这里，我想强调一下仔细倾听孩子说话的重要性，也就是主动倾听的概念。主动倾听意味着全神贯注地倾听讲话者的话语，不做任何干扰或评价，也不打断或说教。在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是否偶尔只是听孩子说话，或者甚至根本没有在意呢？主动倾听不仅包括听取孩子的话语，还要关注他们的肢体语言和表情。因此，需要耐心和专注，
虽然这并不容易，但是用心倾听孩子的话语是非常重要的。主动倾听的最大优点之一是给予孩子理解而不是批评的安全感，使他们能够自己思考问题并找到解决方法，而不是找借口或与他人争斗。通过仔细倾听并感受到自己被理解，孩子将逐渐学会独立思考和承担责任，也有助于改善家庭关系。希望您能积极实践主动倾听的方法。选择理论心理学认为，所有行为及其所带来的幸福都源自个人的选择。良好的人际关系取决于个人的思考和行为。这个理论也适用于与孩子的关系。现在我将简要解释导致与孩子关系恶化的7个习惯。1、批评，对孩子的行为进行否定性评论，比如“我不是早就告诉过你了吗”等，指出缺点或错误。2、责备，当事情出错时，将责任归咎于对方，比如“都是因为你，我们迟到了”。3、抱怨，经常抱怨或表达不满，比如“你怎么这么吵，快点安静”。4、威胁，用惩罚来威胁孩子，比如“如果你不停止哭泣，我就把你留在这里”。5、惩罚，通过拿走玩具或打骂等方式施加惩罚。6、通过物质奖励来控制孩子的行为，比如只要你乖乖听话，我就给你糖吃。7、唠叨，不断重复警告或责备，比如我告诉过你多少次了。总的来说，这些导致冲突的习惯的共同点在于试图通过外部手段来控制孩子，以符合成人的利益。如果采取了这种态度，自然而然的就会失去愿意分享喜悦的孩子和朋友，这是可以理解的。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对比导致人际关系恶化的7个习惯，本书还提供了改善关系的解决方案，即与孩子建立联系的7个习惯。现在我想逐一介绍它们。首先是与孩子建立联系的7个习惯。1、支持与鼓励，当孩子遭遇挫折时，给予支持和鼓励，一起探讨如何改进，并共同思考下一步行动。2、勉励与激励，当孩子遇到困难或失败时，给予勇气和信心，鼓励他们坚持努力。3、积极倾听，倾听孩子的情感和声音，给予关注和理解。4、信任，相信孩子的能力，不急于干预，而是等待并观察，不带偏见的相信孩子的力量。5、尊重，承认孩子也是拥有权利和价值的个体，不要强加上下级别的关系，而是尊重他们的存在。6、尊重差异，当意见或价值观出现分歧时，不要强迫确定哪个是正确的，而是努力寻求妥协，尊重彼此的意见和价值观的不同。7、接纳，接纳孩子的真实自我，不要轻易否定他们的意见和想法，而是倾听并尊重。通过实践这些与孩子建立联系的习惯，我们发现与采取导致冲突的7个习惯相比，关系会出现明显的改善。如果已经养成了导致冲突的7个习惯，改变行为以实践与孩子建立联系的7个习惯并不容易。然而，为了建立更好的与孩子的关系，并提升孩子和您自己的幸福感，我希望您能意识到，并在日常交流中尝试采纳至少一个与孩子建立联系的习惯。您觉得如何呢？在社会规则或孩子的安全方面的严重问题上，严厉批评是必要的。但是在其他时候，您是否仅仅是因为您自己的利益而责备孩子呢？当您对孩子感到愤怒时，试着停下来，深呼吸，反思一下。最后，作者提到，现代父母，特别是母亲，面临着社会期望的巨大压力。所谓的完美母亲形象，即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会给母亲带来罪恶感、自卑感和极大的压力。不幸的是，日本社会中根深蒂固的理想母亲形象依然存在，这种社会观念也增加了母亲的压力。作者还提到，母亲自身的心理满足度非常重要，并不需要完美，也会有失败，应该更加温柔地对待自己，不必孤军奋战。父母也是人，是独立个体，在成为孩子的父母之前，他们首先是个体，他们也是别人的孩子，需要滋养自己内心的小孩，才能有足够的强大内心去爱自己的孩子。本书介绍了各种沟通的要点，包括表扬和批评，但并不要求您全部去做，因为养育孩子并非是一蹴而就的，并没有绝对的正确答案。这本书也只是分享了研究者的观点，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
能够给那些迷茫于养育孩子和深陷亲子关系决裂的人一些解决问题的启示。在现代社会，作为父母，我们常常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期望，因此，让我们尝试在日常生活中采纳至少一个与孩子建立联系的习惯，给予他们更多的支持和理解，同时也要温柔地对待自己。相信自己的能力，养育孩子的道路并不容易，但是通过努力和理解，我们可以共同成长，建立更加美好的亲子关系。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